Hello， 大家好，我是晨晨，他是健哥。扫机器人的评测我们不是第一次做了，加上自己几个月实际使用的感受，其实对于清洁能力啥的不是特别看重了。反正一次清扫不干净，过几天又会清扫了。相对于单纯的清洁能力，我更在乎机器人的智能化。有些扫机器人啊，老是被障碍卡住，清洁一次我得去救个2、3次，人工智能变成了人工智障，非常的无语。那正好，今天我们来试一试科沃斯新推出的 T10 Omni， 官方定义为 AI 智能全能扫地机器人，不仅是搭载了 DToF 雷达，还结合了摄像头，支持语音交互，甚至是3D 建模。因为是新品首发，时间比较紧凑，只有大概1周去使用，我们就简单测试下这个 T10 Omni 扫地机器人到底是人工智能还是人工智障呢？首先看下外观 ，T10 Omni 的本体第一眼看上去就感到亮眼，是真的亮眼。顶部的塑料面板看上去就像是一块陶瓷，通过磁吸固定在本体上。本体直径36.2厘米，高10.4厘米。顶部的凸起为 DToF 雷达。ToF 雷达原理在之前的节目中提到过了，通过测量光的飞行时间来测距。T10 Omni 采用的 DToF 则是直接使用计时器计时，而不是 iToF 采用的检测相位间隔。这样 DToF 会比 iToF 有更高的抗干扰能力。作为科沃斯的次旗舰产品，自然是少不了这项目前在扫机器人中较为成熟强大的导航系统了。通过 TrueMapping 2.0 技术的加持，实现更精准快速的导航。比如我家130平的面积，实际大概只用了4分钟就大致建好了图。由于使用了更长波长的光信号，可以减少可见光带来的干扰，无论是白天黑夜都可以进行导航。夜间上的时候没有必要特地开灯，结合出 Map 2.0 导航和 AI/VI 3.0 人工智能与视觉识别技术，你可以通过 APP 将2D 地图转换为3D 地图，手动在相关区域添加相应家具，让机器人知道这个家具具体长什么样，有助于后期的智能控制。细看雷达顶部，在科沃斯 logo 外围还有3个麦克风，用于智能语音控制。这点是 T10 Omni 不同于其他扫机器人的最大特别之处，在稍后会有详细的演示。正面搭载了 960P 星光摄像头，用于识别物体。厂家官方宣传搭载了自动驾驶级别的地平线虚域3芯片，实现智能避障，实则在一些比较常见的障碍物的识别上都是比较准确的。但如果是颜色不易分辨或者低矮的物体，可能还是会不可避免有些触碰。机身上摄像头、扬声器、麦克风都装了，离视频语音通话也就是一个软件上的距离。没错，可以通过 APP 连接家里机器人进行视频通话，或者是充当监控使用。人不在家的时候，远程操控巡视家里的情况。你好，晨晨，你在干嘛呢？我在自拍呢。说到这，肯定有观众想到了隐私问题。的确，在这个网络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个人的隐私泄露问题很大。相信大家也听过不少家庭监控泄露的新闻。厂家官方宣传 ，T10 Omni 通过了莱茵的隐私认证，并只要在摄像头在进行视频时，都会有指示灯和语音提示视频中，避免出现偷拍的情况。视频已打开。其实这种网络摄像头的保密性，很大程度上受家里的网络安全质量的影响。在担心机器人会不会泄露隐私之前，最好先确保自己家里的网络安全。回来继续看 T10 Omni 外观，机器人内部只有个400毫升的成盒，没有持续润湿拖布用的水箱。成盒和机身的各个连接处都有胶垫密封，灰尘不会乱跑。成盒带有从粗到细3层过滤，合理分级可以延长滤层的使用寿命，就是清理的时候需要多洗。机器人底部边刷需要自己组装，分成红绿2色。但是看了半天也没有看出来两边有啥区别，卡扣都是一样的，仪式感一定是仪式感。
拖布底盘通过磁吸固定在机身，组装也非常简单。滚刷使用毛刷加软胶交替的组合，算是吸收了两者的优点，减少了漏扫缝隙的概率。很可惜，还是没办法处理长发缠绕的问题。长发用户长时间使用之后，还是要自己手动切割清理。看完机器人本体，我们看下基站。作为集成了自动集成、自动清洗拖布和热风烘干的功能，基站的体积会比较大，高度达到了57.5厘米。顶部掀开可以看到清水箱和污水箱，容积均为4升。中间的盒子里存放着一把用于清理基站的毛刷和一瓶清洁剂，这个还是挺方便的。清洁剂还有剂量讲究，得注意一下。但是没有找到用于切割毛发用的割刀，说明书里面都画出来了。这种小东西应该也配上一把的。再往下是集成舱，按下按钮会自动弹出。承带这块就比较有讲究了，在挤满之后抽出，会自动封口，防止灰尘溢出。简单清理一下集成舱内部的灰，就可以插入新的集成带，开始新轮集成。集成带作为一种耗材，3个的价格89块钱，确实有些偏贵了。但愿它一袋子能用得久一些吧。3升的承带，官方宣传是大约能使用75天。得益于基站近28000帕的吸力，集成的效果还是挺不错的。大部分脏物都可以成功收集，除了卡在缝隙里的无法吸出，还是需要定期手动清理。集成时的噪音能达81分贝，好在使用的频率也不是很高，而且集成速度挺快，10几秒就 OK 了，问题不大。底部清理拖布时的噪音为65分贝。由于机器人没有自带水箱，返回基站清洗时的频率肯定要稍微高一些。无痕模式大概拖地10分钟就会自动返回基站清理，这个时间可以调整为6分钟或者15分钟。但我个人认为清洁过程中多次返回基站清理拖布，会把未打扫的区域给弄脏，一定程度上是会影响清扫效果的。作为5000元左右的高端扫地机器人，自动加水功能阉割，我个人是无法理解的。T10 Omni 也带有热风烘干功能，需要的时间比较长。完整烘干可以选择2、3或者4小时，烘干时的噪音为47分贝。基站底部的清洁槽有自清洁功能，进一步减少了自己动手的程度。基站开始自清洁，不要忘了用工具刷辅助清理拖布清洁槽哦。但是最底下的过滤口还是避免不了需要按时清理。其实，在基站上还有个 DLC 可供选择，就是这个小小的银离子除菌模块。单独购买之后，简单安装在背面，即可将银离子释放在水路中。厂家官方宣传是可以抑制细菌繁殖，不但是在机器人和基站内部可以减少细菌滋生带来的异味，更主要是可以给地面带来一层防护。当然，这个东西我们就没有条件去验证了。如果在家里喜欢光脚走路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厂家宣传单个模块的使用寿命可以到3年。介绍完外观，我们也顺带介绍了相应的功能。接着我们也简单测试一下作为扫地机器人的扫地能力，还是之前我们一直使用的35克家庭豪华垃圾大礼包，内含大米、小米、黄豆、燕麦、瓜子壳和 M 豆各5克，泼洒在18平的测试场地内，测量扫地前后的成盒重量差距来计算回收率，3次实验取平均值。这里说一句科沃斯 APP 里的功能设计有些难找，它需要把底层的窗口往上滑一下，才能出现吸力强度的选择，没有任何向上滑的提示，以至于工作室所有的小伙伴都没有发现 APP 中的吸力是可调的。2022年这样的 APP 设计是难以置信的，而且也没有仅扫地的选项，只能把拖地模块给拆了。在测试中 ，T10 Omni 都是正常的先沿边清扫后弓形走线。从录像中可以看到，还是有部分垃圾会被侧边的边刷打飞，飞到已经清扫过的区域，变成了漏网之鱼。甚至出现了诸如 M 豆之类的重型垃圾，即使进入了清扫区域，也没有成功吸入的情况，导致最后计算的回收率为83.14%，并不是特别理想，甚至还不如科沃斯之前的一个只有1个滚刷的 N9加。可能是我们的实验大礼包确实是太过豪华了吧。不过我个人对这种测试的结果并不是特别看重，实际家里面也不会有这么多垃圾，而且垃圾一次清理不完，那就2次呗，反正不是人在动。实际在我们家客厅的清扫过程中，沙发上侧的噪音大约在55分贝。虽然说不上安静，比集成清洗拖布要好接受一点，实在受不了噪音的用户，大可以自己出门之后遥控机器人做这些事情。拖地模式其实也没啥太多可说的，因为我个人对扫地机器人的拖地功能理解，满足一些日常的清理扬尘和浮灰即可。真正严重的失污渍，太过为难于这2块小小的拖布了。
所以一些人专门弄很轻微的类似于干了以后的咖啡渍为了结果去设计实验展示拖地功能。我不是很认可这类削足适履的行为。说了这么多，可能还是停留在普通的扫地机器人的层面。而 T10 Omni 不同于传统扫地机的地方，就是它把智能语音交互做到机器人内部，让你能通过语音直接使唤机器人，而不是通过第三方语音助手或者掏手机点 APP。我们实际演示一些功能。OK Eco， 我在。开始清洁。好的，继续工作。OK Eco， 我在。吸力调大一点。好的，吸力已调节，继续工作。OK Eco， 我在。暂停清洁。暂停工作。OK Eco， 我在。返回基站。正在返回基站。继续返回。开始充电。OK Eco， 我在。开始集尘。OK Eco， 我在。清洗抹布。好的，开始清洗桌布。OK Eco， 我在。基站自清洁。好的，基站开始自清洁，不要忘了用工具刷辅助清理拖布清洁槽哦。前面提到的家具 3D 地图在这里也可以用到。OK Eco， 我在。去沙发下面扫一扫。好的，结束当前清洁任务，马上开始家具清洁。OK Eco， 我在。你在哪儿我在这儿呢。 ？OK Eco， 我在。你还有多少电了当前电量为81%。 ？OK Eco， 我在。今天南京的天气如何南京今天雷阵雨转多云，气温17到23度，外出建议带伞。 ？OK Eco， 我在。上海市市长是谁英勇，男，1957。？OK Eco， 现在几点了？现在是2022年5月26日16点31分12秒。我自己也使用过非常多的扫地机器人，甚至包括科沃斯之前老的热门款 N9加。因为开头也说了，新品首发使用的时间比较紧张，没有办法做详细的测试。如果说的不全面的地方，欢迎大家补充。从科沃斯的官方宣传可以看出，作为家用服务机器人行业领导者，科沃斯于2021年率先以独特的人机交互，开启家用服务机器人 3.0 时代及未来机器人的理想形态。那 T10 Omni 的很多优点确实能匹配这样的称号，我们做个总结。第一个优点是导航和算法方面非常优秀，即使还会存在一些撞物体的情况，但我在家里多次使用，几乎没有出现被异物缠绕或者卡在什么角落的场景。这个在之前的 N9加甚至一些搭载了 TOF 雷达的友商产品上经常发生。我之前使用的产品清理一次基本上至少要去救2回机器人，使用起来非常难受。科沃斯这点就让人非常省心。第二个优点是 APP 的功能很多，你可以调用扫地机器人前部的摄像头进行视频监控，甚至可以用麦克风进行语音通话，但是你能看到家里的画面，家里看不到你的画面。APP 中对房间的地图建模非常精美，不像一些友商非常粗糙，基本能准确识别到房间，而且你还可以方便的自定义地图等等，甚至还可以手动进行3D 建模。更重要的是 ，APP 里面对产品的各个功能的说明都非常详细，基本上看了一遍就会用了。第三个优点是语音助手，相比于不少友商需要借助天猫精灵这类第三方工具才能语音控制，T10 Omni 直接就自带麦克风可以进行语音控制，不仅是简单的开始清扫，而是可以直接语音控制去清扫指定的房间，还能进行一些简单的交互。无聊的时候问Eco一些问题，甚至我个人觉得用语音助手直接控制扫机器人比用 APP 方便。那随之而来一些缺点，第一点就是接着刚才说的，为什么语音助手控制比 APP 方便点？因为 APP 里虽然很多功能做得很好，但是一些基本的操作菜单不是很好找，就像我们根本想象不到这个底部菜单要往上滑一下才可以选择吸力强度，
整个菜单的交互逻辑非常费解，以至于很多人会直接选择语音助手，就省得去掏手机看这个 APP 了。第二点 ，T10 Omni 的机器人本体并没有自带水箱，需要不断的返回基站润湿拖布，而3000加瓦的扫机器人很多都有这个功能。我个人理解为，科沃斯强行把旗舰型号 X1 Omni 做出一些功能阉割，去掉了自动集成功能的 X1 Turbo 便宜了1000块，去掉了自动加水功能的 T10 Omni 便宜了1000块。都买了5000价格左右的扫机器人了，那真的差了1000块钱吗？第三点 ，T10 Omni 无法在 APP 里控制仅扫地或先扫后拖，你点 APP 里的这个模式是没法用的，只能把拖地模块拆了才能仅扫地。作为一个高端扫机器人，这个设计非常的令人费解，很不智能。总的来说 ，T10 Omni 还是符合我对扫机器人的要求的，操作简单，不需要我去经常救它，我就很满足了。而且语音助手和视频监控功能还有一定的可玩性，挺有意思的。那今天节目到这里，不知道看了我们的节目你是会去购买 T10 Omni 的，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如果别忘了点个小铃铛和点个赞，因为我们是全职的 YouTuber， 你们点赞对我们非常重要，记得要点个赞哦。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吧，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玩客下下 OK。如果想购买电脑吧，可以上淘宝店铺潮玩国度数码或者淘宝上面潮玩客。这是潮玩客，我是剑哥，我是晨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